俄罗斯被西方制裁1年多，为何经济还没有崩溃呢？又是哪3大原因？哪怕不用中国出手，再扛2年也没有问题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振宇在线。俗话说得好，趁你病要你命，这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做法。自打俄乌冲突爆发开始呢，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出手，招式五花八门，涉及的领域呢也千奇百怪，连俄罗斯的猫和树都没有放过。其中呢，制裁最狠的领域莫过于经济领域了。毕竟西方都清楚，俄罗斯虽然说军事实力排在世界第2，但是经过苏联解体后的还债、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呢却不容乐观。所以呢，西方国家专往俄罗斯的痛处戳，想要直捣黄龙。不难发现，尽管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制裁俄罗斯，想要逼其入绝境，但是俄乌冲突爆发1年有余，俄罗斯经济为何还没有崩溃呢？德国媒体发布了一篇名为《俄罗斯经济为何如此坚韧》的文章。文章当中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很久了，俄罗斯的经济呢却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制裁而崩溃。尽管俄乌冲突让俄罗斯与西方经济交流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但这并不代表着未来不会宣布会恢复合作。除此之外呢，俄罗斯还扩大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来稳定经济发展。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给了俄罗斯很大的经济支持，事实上呢，哪怕没有中国，俄罗斯的经济再扛上个2年也没有啥问题。这里呢就不得不提到为何俄罗斯经济不会崩溃的3大原因了。接下来呢，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其一呢，灵活的政策调整。说到这个应对政策，普京的功劳可不小。去年呢，普京依葫芦画瓢签署了2项总统令，一项呢是卢布与黄金之间挂钩，另一项呢是卢布与能源直接挂钩。这听着是不是很耳熟？美元呢就是这么干的。那么在俄罗斯宣布这招之后呢，卢布的价值就提升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卢布的价值提升让卢布有了用武之地，对俄罗斯的经济有良好的循环作用。其二呢是丰富的资源底蕴。我们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俄罗斯的能源呢能够让俄罗斯吃上好久。试问美国为何会频繁的引发战争？说白了就是为了掠夺资源。昂萨人的发家史呢也是靠掠夺，毕竟没有资源呢就相当于把自身的缺点暴露在了敌人面前。而根据俄罗斯相关部门的估算，俄罗斯地下所藏有的资源呢远超中美欧3方总和。退一万步来讲，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才算国家，哪怕西方制裁不要，但并不代表着其他的国家不要。其三呢是超前的应对政策。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呢，西方就已经对俄罗斯实施了一揽子计划制裁了。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俄罗斯在各方面呢都有相应的对策。例如，美国苹果手机在俄罗斯受到影响，俄罗斯呢就引进中国的手机。前阵子呢，乌克兰还因为中国小米手机在俄罗斯卖得太畅销而宣布对小米企业进行制裁。俄罗斯前1年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虽然说一开始呢有点惊慌失措，但是就目前而言，再坚持上个1-2年不成问题。综合以上的3大原因，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俄罗斯被逼到绝境1年多，经济还未崩溃了。当然，这并非所有的因素，剩下的欢迎大家评论区指出。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分享精彩的评论吧。